滚开！薛爷驾到，还不开门？干什么？董爸都已经死了，你们还想给他守灵守到几时？识相的，赶紧让董家那小寡妇出来，把账算清楚。薛超，你休要放肆！夫人吩咐了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老东西，我腻歪了。董爸，你没死？薛超，你是还想再领教领教某家的金刀不成？他不是中了过山峰的毒吗？怎么可能站得起来？这气血，这杀意，哪里有半分将死之人的模样？他若是拔刀，我连15招都走不过。哼！董某人八字够硬，阎王爷嫌我煞气重，不敢收。薛超，咱们之间的账，你是要今天清，还是改日算？董哥，这真是误会一场啊！我是听说你在龙嘴岭遭了罪，心里头难受得很。咱们兄弟伙儿同气连枝多少年了，何必动刀动枪的，伤了和气啊？那我之前被你拿走的地契和扣押的药材货物，你待如何交代？董哥误会了，那些东西我只是怕有鼠辈趁着董哥你重伤的时候再做文章，才帮董哥你保管了一阵儿。既然如今董哥你已经恢复如初，所有东西自然该归还于你。哼！最后问你一句，董某人何时给你写过欠条？是我糊涂，受了狗东西的挑拨离间，董哥大人大量，还望多多包涵。狗一样的东西，竟敢挑拨我与董哥之间的交情，死不足惜！董哥，您大人大量，都怪小弟我猪油蒙了心。您是何等人物，岂会写这种下三滥的欠条？简直是笑话！滚！董爷小心，龙血草性至阳至刚，确实将瘴毒拔除干净，保住了你的性命。但此药犹如烈火烹油，你脏腑被剧毒侵蚀过久，根基受损严重。如今毒虽解，元气却已是大伤。接下来10天半月，你须得静养，收敛气血，万不可再妄动真气与人动手，否则伤了武道根基，神仙难救。有劳陆大夫。陆兄弟，董某人这条命能从鬼门关前硬生生倒转回来，全赖陆兄弟高义援手，此恩重于泰山，董爸没齿难忘。从今往后，陆兄弟你的事，就是我董爸的事，刀山火海，绝无二话。方才从薛超那个手里追回的地契，还有那些被强占的药材货物，统统整理出来。陆兄弟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这些全当是我董爸的一份心意，请你务必收下。看命，这山海小印竟能直接关键他人当前的命数显化，这已是近乎神仙的手段。董大哥言重了，这等厚礼，陆晨万万不敢受。陆兄弟，你救我性命，这区区地契和药材如何受不得？我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，指了个方向罢了。真正豁出性命，深入龙脊岭虎穴，将龙血草带回救董大哥于垂危的，是宋教头，是这些不畏艰险的巡山队弟兄们。这首功理当记在宋教头和诸位哥哥头上。哈哈哈，好小子，说话办事滴水不漏，这心挺当真难得。陆哥，要不是你指路分毫不差，咱们就算有10条命，也摸不到那龙血草的边儿。大宅院要雇人，药材会惹眼，收下这泼天富贵，便是昭告天下我坏了薛超的好事。以我现在的微末道行，根本挡不住薛超的疯狂报复。就是，陆哥这份寻踪觅宝的本事，俺们是彻底服了。依我看，这龙脊岭的交椅，早晚有陆哥一席之地。陆兄弟，既然福财俗物你看不上眼，那从今日起，
我董爸愿与你拜个把子。陆兄弟若不嫌弃，从今往后董家便是你家，凡我董爸所有，你皆可共享。荣华富贵有我董爸一份，就有你陆晨一份。董爷竟要和一个采药少年结拜，这陆哥真是一步登天了。董大哥，哈哈哈哈！好兄弟，弟兄伙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见到陆兄弟，就如同见到我董爸本人，谁敢有半分怠慢，我这口金刀绝技饶不了他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拜见陆爷，谢过二当家。夫君，你大病初愈，莫要动了肝火，快回房歇息吧。兄弟，哥哥先去歇息，晚些时候咱们再续。后生可畏呀，连龙血草这等宝药都能寻得。陆小哥，你之前途当真不可限量。这是那条守护龙血草的大蛇留下的蛇胆，老夫已用秘法炮制过，最是温养气血，壮大根基。你拿去，对你大有裨益。成了气候的大蛇蛇胆，这正是我眼下冲击内壮最需要的大补之物。他怎么没死？他怎么可能没死？老子费了多大的心思，安插心腹，散播消息，拿那窝过山峰当饵，才引得董爸那蠢货进了套。又花了多少力气才突施暗箭，把他打成重伤，让那剧毒入骨入髓，只差一步，只差最后一步。这头挡路的老虎就该咽气了，龙脊岭就该是我薛超的囊中之物，棋差一招，棋差一招啊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，给我去查，掘地3尺也要给我查清楚，董爸那厮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？是谁坏了老子的好事？大哥，这家伙说他知道董爸为啥能起死回生。说，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血爷明鉴，小的住在雨石巷，跟那陆六子就隔了几间屋。那陆六子昨儿半夜3更鬼鬼祟祟溜出门，我有兄弟亲眼看见，他先是去了烧身馆，没过多久就跟着那宋彪一起进了妙手医馆。血爷您想啊，董爸前脚眼看就要断气，后脚陆六子跟宋彪就去了，紧接着董爸就活蹦乱跳了，这事儿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陆六子，那个刚混上根山狼没几天的毛头小子，你说他能采到龙血草，还是半夜进山？他不怕龙脊岭深处的瘴气毒虫？他有这个通天的本事？这个，哼，龙血草是何等宝药，非龙脊岭深处百里凶绝之地不能生。便是踏入了气关境界的高手，也不敢轻易在夜间独闯。他陆六子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刚入门的采药郎也配？我看是你跟那陆六子有过节，想借刀杀人，拿我薛超当枪使。老子治不了董爸，难道还收拾不了你这等下三滥的玩意儿？让你糊弄！血爷，冤枉啊！小的抬走，扔乱葬岗喂狗。去把回春堂过来的那批学徒都给我带上，老子要进山。进山？血爷，这深更半夜的，龙脊岭里头可是……让你去就去，废什么话？是。血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闭嘴，跟着走，再多问一句，剁了你喂野狗！血爷，后头有人撑不住了，把他们背上，一个都不许丢下。大哥，咱们这趟办大事，带着这些累赘作甚，不如……
别多问，这些人都有用。这鬼地方咋会有座大庙？都听好了，就在这儿休息落脚。我薛某人纵横龙脊岭10几年，什么样的阵场没见过？今夜带你们来这儿，就是要取一株传说中的宝药——肉白骨。肉白骨，只需捣碎外敷，断肢白骨，皆能催生新肉的绝世神物。尔等若能助我采摘到手，便是立下大功。每人赏50两雪花银。50两，我干！薛爷，我这条命卖给您了，誓死追随薛爷，采宝药，采宝药！你们2个立刻下山，运足3天的干粮和酒水上来，其余人随我进庙。这到底是啥庙？供的哪路神仙？咋看着透着股邪性？此乃狐仙庙，供奉的自然是法力无边的仙家。吃吧，多吃点儿，只要能填饱这尊大仙的胃口，那20个学徒的命死得值。皇叔，最近龙脊岭的生意忒好了，成天都有死人，好的简直邪门。等忙完这阵子，非得找你好好喝一顿。陆哥儿有所不知吧？是薛爷。好些天前，他深更半夜带着几10号人浩浩荡荡进了山，说是要搏大货。可邪门的是，自打他们上山，这抬下来的死人就没断过，每天少说也得有3、5条，也不晓得是闯进了哪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绝境。绝招搏大货，这绝不是寻常的采药折损。他带进去的人，分明是送去填命的素材。这趟大祸背后必有天大的古怪。敢问大仙，可还满意？求大仙慈悲，救我一救。那董霸他一日不死，弟子便一日寝食难安。求大仙施展神通，助我除此心腹大患。寻常黄仙数10只活鸡便能请动，但这尊狐仙道行深不可测，唯有蕴含恐惧的生魂血石才能入眼。那20个学徒的命，就是我献上的祭品。还有那个不识抬举的狗东西，纵有一丝可能性与董霸走近，你也该死！结此一善缘，当结汝一劫数。不想一甲子不睁眼看着人间，龙脊岭这方灵秀之地，竟已沦为乌烟瘴气、魑魅横行的安杂之所。是。
董霸、陆沉，本仙岂谈做法，耗费心神，更损道行。事成之后，须补我20只上好肉鸡，以作滋养。绝不敢怠慢仙家。你若能为我筑庙立像，以新鲜血食，我可保你从此荣华富贵。祭起杀伐之谈，须有仇人之凭借为引，方可隔空骤杀，魂飞魄散。可有他们2人的凭借？有的，有的。仙家，这便是那董霸的贴身之物。至于那陆沉小儿，弟子未曾特意收集其贴身之物，但他不过是个住在雨石巷里的半大毛头小子，连内壮大成的修为根基都没有，不过一介蝼蚁。想必以仙家通天彻地的法力，只需念住他的名讳，定能轻易拘来魂魄，令其魂飞魄散。罢了。死吧，都给老子死！夫人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夫君说的哪里话？只要你平安，比什么都强。等你养好了身子，快去请陆大夫。夫君，快来人啊！陆沉，陆沉。吵死了！谁在外面叫魂？动不了，鬼压床？不对，这不是外面的邪祟压的，这股力量在我的脑子里。
御史相采药人陆沉，速来！听我号令，陆沉速来！居然叫不动他的魂魄。薛超那厮分明说他只是个半袋的毛头小子，连个采药小儿的魂魄都聚不来，岂不是显得本仙手段低微？御史相采药人陆沉，魂灵听令，速速归位，给本仙！天塌了！你这祸害也敢立庙称神，自盗仙家！饶命！山神老爷饶命！小的再也不敢了，求老爷开恩！开恩啊！你可知错？知错，小的知错，恳请山神老爷开恩，饶小的一条贱命。那你自宰吧。山神老爷，此刻自裁，100年道行一朝散尽，尚可留我一魂一魄。可不对，你不是山神老爷。哈哈哈！你要是真正的山神老爷，执掌山川符招，一指头就能将我形神俱灭，何必只毁我这区区一座新庙？何必还要与我废话，装神弄鬼？差点被你唬住了。何方神圣，藏头露尾，戏耍本仙，自取灭亡。仙家，您没事吧？哼，无事。许久不曾起坛做法，有些手生，引动的灵机过头了而已。不过，薛超，你且与本仙好生说说，你这2位仇敌究竟是何等来头？尤其是那个住在雨师巷的陆沉。这山海印为何突然镇压我的身躯？外面那诡异的叫唤声虽退了，但这镇压之力何时才能消散？你可是叫陆沉？是。可愿随我来？好。好冷，这是哪儿？莫要怕，跟着我。没脚印，没影子，鬼还是山精野魅？这刺骨的阴寒，恍惚间竟像极了7、8岁时跟着爷爷赤脚下河摸鱼的感觉。我这是在上山。龙脊岭，陆沉，我以一甲子未曾受过香火。当日那3炷香，是你我之间的一段善缘，但缘分易结，却不易解。那棵大槐树，瞧见了没？未曾见树，未曾见树，只看到一口剑。哦，看来你我之间真的有缘分。你魂魄壮实，根基远胜寻常之人，但终究未曾踏上修行之途，难怪遭了劫数，被邪法暗中侵引，却还茫然不知。小陆沉，你方才是否在想，我为何没有影子？
那你不妨再低头瞧瞧你自己。我没有影子，摸不到实体，没有影子，我死了，我成了游魂。人死后若过了头七还不醒悟，就成了见不得日头的行尸。我还没攒够钱，住进内城的大宅子。陆家就我这一根独苗，香火断了，爷爷定要骂我不孝了。你得知自己身死，为何不见惊恐，反倒如此平静？活着自然是好的，能吃到热乎乎的白米饭，香喷喷的肉菜，能躺在太阳底下睡个舒坦觉。可活着也要受好多苦，饿肚子时火烧火燎的疼，恨不得连树皮都啃下去。夏天毒日头底下采药，脚底板磨出一个个大水泡，晚上用针挑破了，那滋味。岁月催人老啊，你这孩子倒真是不容易。不过你并未身死，此刻不过是魂魄离体，化作一道游魂，跟着我来到了这座庙。游魂？我没死啊！你今日之劫源于数百里外的一座狐仙庙，有一头成了气候的狐妖，正以邪法咒术欲隔空咒杀你。是他，我连见都没见过这东西，他为何要杀我？此乃你的劫数，我受你当日3炷清香，何该替你化解此恶？但天地巨变，我已非往昔之我，那狐妖不合规矩，我可灭其泥塑金身，破其邪法根基，却无法毁其血肉妖躯，取其性命，故需借你之手，烦请你取那口剑，替我也替你自己。猪妖，血潮，深山博大祸，谎称背下山的一具冰冷尸体，所有的线索全串起来了，故所愿也，不敢轻耳。山海石印在雀跃，他想把这把剑融化吞噬。不行，这剑不是我的。白衣大叔还在旁边看着。去吧，去吧。敕令陆沉，为无猪妖，替自己化解此劫，也替那些蒙受残害的无辜生灵了去恶业。此番施法损耗着实不小，薛超，速速再为本仙备上30只上好怒鸡，以作滋补。仙家，这人命，他也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大白菜呀！前前后后几十条人命填进山里，万一捅到了茶马道那边，引来了国教道观的探查，那可就是泼天大祸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哼，你若能为本仙献上这30只肉鸡，本仙便破例传你一门修炼之法。修炼法术，有了这等手段，董霸算个屁！整个安宁县都得匍匐在我脚下。小的叩谢仙家大恩。山神老爷，猪妖。是我会出的一切。妈。
猪妖也有赏？魂系归来。没想到你真能挥出那一剑。小陆晨，你可知道，你手中这口看似寻常的铁剑，绝非等闲之物，它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得起、举得动、挥得出的。大叔，我眼皮抬不起了，好困。大叔，倒是头一次有人这般叫我。倘若是在从前，行此猪妖降魔之举，皆会有天道感应，降下功德，增长道行。可惜今非昔比，我却不能让你白忙活一夜，白白耗损了神魂根基。借尔等元气一用。尔等受累了，往后若遇凶险，可来此庙躲避。入得此门，寻常豺狼虎豹伤不得尔等。喝了它。好精纯的魂魄本源，放在曾经实是修道炼神的好苗子，可惜生不逢时，明珠蒙尘。今夜事已了，你我之间这一段善缘，也算是缘分已尽。我这便送你。咦？他的魂魄本源之内，竟缠绕着一丝功德金光。有趣，当真有趣。看来你我的缘分远远未尽呢。走，我亲自送你下山。白衣大叔，老狐妖，这梦好长好真。梦里我还拔出了一把剑，腾云驾雾斩了妖，真是睡糊涂了，哪有这等离奇事？真的不是梦。梦是真的，猪妖是真的，那甘露想来也是真的。印堂穴好胀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破茧而出。师爷，您回来了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铺子里可还安稳？六子那小子没出什么岔子吧？铺子一切安好。至于六子，回春堂的薛超，前几日在妙手医馆门前当众折辱了董霸，还迁怒了陆晨。后来薛超又深更半夜带人进山博大货去了。薛超，一个眼皮子浅的井底之蛙罢了。仗着点狠劲儿，在龙脊岭铺撑出点水花，就真当自己是条过江龙了。六子他可有登门来求助？他倒是没求助，
只是来铺子里问过一句，问小的知不知道您老去哪儿了，再没提薛超的事儿，也没说要请您替他出头。就只问了这一句，没提薛超，没说要借我的事压人。没有，就问了您去哪儿，再没多说半个字儿。好性子呀！这世上诈富诈贵便跋扈欺人者多，遇事便摇尾乞怜，借势压人者众，唯独这真性二字最是难得。身处卑贱不谄媚，面对强权不屈膝，那颗心始终如磐石不移。这等真金般的性子，竟让我在这雨石巷的泥巴地里给捡着了。去，替我跑一趟回春堂，跟他们那位东家带句话，就说我沈长鹤说的，薛超那档子破事儿该了了，让他管好自家的狗，别放出来乱吠，扰了我铺子里的清静。等等，再去办件事。沈爷您吩咐。去准备帖子，明日我要在迎宾楼摆下宴席，把安宁县4大武馆的馆主、镖行的总镖头、红帽行的大掌柜，还有县里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统统给我请来。我跟了沈爷这么多年，他老人家向来深居简出，连县太爷的请帖都推过好几回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竟要摆这么大的排场？沈爷，您这是要什么？弄这么大阵仗，怕是会惹人闲话。收徒。老爷，外城那边传回消息，薛超似乎招惹到了沈长河。沈长河，沈家的破门子，薛超招惹到他了。是，听说是为了一个叫陆晨的采药童儿。沈长鹤的面子要给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他虽然与沈家大宅没来往了，可手里有真本事，茶马路的好些贵人都认他的名号。这样吧，杨忠，你去敲打敲打假人，告诉他别敢顾着往自己兜里捞油水，把眼皮子底下的狗给我管好了，莫要到处乱咬人。是，老爷。我爹从小就教我，养狗啊，不能养得太熟，更不能喂得太饱。你说我是不是把假人喂得太饱了？老爷乾坤独断，此刻开口绝非真心询问，若贸然接话，便是僭越找死。罢了，念在他这些年为我搜罗那些毒物还算尽心的份上，这次就饶他一次。老爷，出大事了！薛超昨夜带人进了龙脊岭，全军覆没，20个学徒全折进去了。该死的东西！立刻派人把假人薛超料理干净。2条不知分寸、只会惹祸的野狗，尽给我惹事，断不能让他们牵连到回春堂的底子。柳子，沈爷。该改口了。师傅，错了，不是师傅，是师傅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陆晨的师傅，而你便是我沈长鹤真正的衣钵传人。弟子陆晨拜见师傅。好，今日你这一跪，你我师徒名分便定下了。往后你行走于这茶马道，便是以我沈长鹤亲传弟子的身份。弟子明白，必当勤勉修习，绝不堕了师傅的名头。为师信你，以你的根骨心性，假以时日，定能将我这下三脉的千阳奇术发扬光大。走，随为师去后院。其一，便是你已练成的夜眼。
其二唤作测命，为师正在为你琢磨。唯独这第三样最是难办。师傅，第三样是什么？千阳馆行走深山夺灵，极易引来不祥。欲行此道，须得寻一方靠山，拜任干爹或干娘，借其威势化解死结。深山老林里孕育100年的大药，光有本事守不住，得有背景。拜任山中得了造化的精怪灵物为干亲，便是求个庇护。为师当年便是拜了龙脊岭中一块数丈高的奇石为干爹，故而有个小名叫石头。鄂虎溪上游的通灵大柳树性情古怪，落魂坡下的雷击木胃口太大，每7日便要上供。这第三样根基关乎安危，急不得。你且容为师再好好思量，干亲之事暂且搁置。为师先与你讲讲这千阳关的忌讳，你须切记，万不可轻忽。弟子洗耳恭听。第一忌，千阳不过3，一处地脉1年之内取宝不可超过3次。若侥幸采得真正的天才地宝，10年之内绝不可再踏足此山半步。此乃必羚羊劫。羚羊劫？不错，你试想，10年为小瓜，100年为大瓜。咱们采摘那些1000年异宝，他们难道没灵性，甘心被你夺到手？强行索取，必遭反噬。这反噬便是羚羊劫。我采黄金，夺龙血草，后来又被那老狐妖用血字草人咒杀，这难道就是应了羚羊劫的反噬？第二忌，3不动。1不动阴宅名物，毕生不可倒斗掘墓。咱们千阳关取的是天地孕育无主无依的野羊，与那些刨坟掘种损阴德的土夫子不是一路人。2不动家宅镇物，他人宅邸中用以镇风水，安家宅，供奉庇佑之物。无论多诱人，绝不可起觊觎之心，更不可出手。3不动天光之阳，鸡鸣破晓，便是收手之时。天亮之后，绝不可再行牵羊之事。师父教诲，徒儿陆晨谨记在心，哪怕刀架在脖子上，也绝不敢犯半点忌讳。师父说，3日后要设下拜师宴，将收我为徒的事昭告四方。这等于将他老人家50年的基业尽数交托于我。可比起那唾手可得的基业，我更在意的是师父说拜师宴后要正式为我批命。山海小印能看清大病初愈的董爸，能看清鲁大夫，却偏偏看不清我自己。就连看师父时，那命数色彩也是若隐若现，难以捉摸。人之命数本如烟云，难道一旦被堪舆批算，点破天机，命数就会凝成实质，再难窥探？师父他老人家当年究竟被何人批过命？难道是薛超那伙亡命徒走投无路，来这儿设伏报复？陆哥，是我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钱大哥，深更半夜你守在我家门前作甚？可是出了什么事？陆哥，董爷他快不行了。什么？董爷前几日虽虚弱，但气色尚可。鲁大夫也说好生将养便是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什么？陆小弟，夫君他等着你呢，想要见过你才合眼。嫂嫂，董爷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前几日不是已经大好了吗？夫君本在静养，
然心口剧痛难当，紧接着七窍之中渗出黑血，昏迷不醒。卢大夫倾尽全力，却只摇头，说此非寻常伤病毒法，而是涉及到巫蛊下咒，非药石所能及。巫蛊下咒，老狐妖，薛超与那老狐妖分明就是一丘之貉。董爸是薛超的眼中钉，这歹毒咒术定是他们下的黑手。嫂嫂莫慌，我进去看看董爷。董爷，陆兄弟，你来了，我只怕挺不过去了。命该如此，怨不得人。那日你救我一命，为我采来龙血草，免遭薛超侮辱，这份恩情我始终记得。本想着等我好了再做报答，到了这般田地，他竟还念着报恩之事。董爷，这份磊落当真是一条汉子。我走之后，巡山队群龙无首，你年纪虽轻，可本事却厉害，又得沈爷真传。陆兄弟，你若不嫌弃，这巡山头的位置你来做如何？巡山头，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，这是受官府认可，托了民籍入吏册的实权位子。穿上官府特赐的巡山袍，手底下管着10几号悍勇的跟山狼，在这安宁县便是能让人尊称一声陆爷的头面人物。董爷，这如何使得？我资历太浅，如何能服众？别推辞，只要你点头，我会跟弟兄们交代。弟兄们要吃饭，要养家，单打独斗的跟山狼，命比草贱。你不是池中之物，我的弟兄们跟着你有奔头，我才放心。锦袍加身，脱籍入吏，确实诱人，但这江湖名位需有实力支撑。董爸能坐稳第一把交椅，靠的是半部器官内壮大成的硬功夫。我如今不过养血中段，若接下这烫手山芋，没了董爸这杆大旗，如何压服龙脊岭那些虎视眈眈的狠茬子？如何守得住这年入千两的聚宝盆？沈爷的奇门传承才是我真正的根基，绝不能舍本逐末。不对，那施咒的老狐妖昨夜已被我亲手斩于剑下，魂飞魄散。巫蛊下咒的源头已经断绝了。董爷，你内壮大成，根基雄厚，如今气血虽衰，但底子还在，未必就熬不过这一关。烦请嫂嫂给我取一碗清水来。董爷，巡山头之事暂且不急，人未行到绝处，切不可认命。陆兄弟，这碗水能否回天，我也不知。唯愿苍天有眼，莫叫董爷这般磊落的汉子含恨。难道没救回来？陆兄弟，你的大恩大德，董家这辈子都还不清。陆兄弟，董某又欠下你一条性命了。董爷人在，我的情分便在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好，痛快！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从今往后，在这龙脊岭，我董爸采得一株药，摘得一件宝，无论价值几何，都有你陆晨的一份。过几日，沈爷要设下拜师宴，届时还请董爷务必赏光。沈爷要摆宴收徒？好，陆兄弟放心，哥哥定备上一份沉甸甸的厚礼，绝不让你在任何人面前落了面子。陆爷，小的姓王，是顺河牙行的牙人，董夫人特意吩咐
给您寻的这处宅子，可是小的跑断了腿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包您住得舒心。陆爷，您瞧，这2进的大院子，前院敞亮，待客议事最是方便；后院幽静，正屋厢房齐全。宅子，我也住上了。这等2进院落，在安宁县内城也绝非普通百姓能有。连这风雨连廊都修好了，雨雪天绝不沾湿半点衣襟。这便是董家微不足道的谢意。陆爷，房前董家已经全数结清，分文不欠，如今只差您在这红契上落个名，按个手印儿，这宅子就是您名正言顺的产业了。见过陆少爷。少爷穿着破烂麻衣，为几文要钱奔波，仿佛还在昨日。如今站在这青砖白瓦里，听人唤少爷的也是我。明日便是拜师大宴，老夫要广邀宾朋，大操大办。我要让这安宁县上下，从县衙到市井，从龙脊岭到茶马道，所有人都知晓。从今往后，这龙井岭将出一位陆把头。把头？这可是龙脊岭无数采药人跟山狼用命去搏，用血去换的最高地位。师傅当年孤身入绝地，7日7夜不下山，硬顶着群妖环刺夺下金莲，才震动安宁县，坐稳了这把交椅。师傅这是要用他积攒了半辈子的威望，硬生生把我拖上这个位置。明日拜师，马虎不得。为师让阿大给你备了身新行头，待会儿去试试。拜师敬茶的大喜日子，要穿得体面些。是，师傅。滑腻如纸，温凉似水，这是上好的绸缎。置办这一身，少说也得100两雪花银。大前朝礼制明文如铁，庶民杂役只许穿皮扎，衣绸犯法，穿靴受刑。难怪旁人得知我拜入师傅门下，眼神会那般炙热。这身逾越规制的华服，不仅是体面，更是师傅无声的宣告与庇佑。穿上它，便享有逾越常律的特权。陆少爷，快换上吧！您生的一副好身价，肩宽腰窄，这身衣裳穿在您身上定是好看的。啊！有劳几位姐姐，我自己更衣便可，请在门外稍候。是。陆少爷，这身一穿，当真是俊得晃眼嘞！好一副英挺的脉象，这点上倒颇有几分老夫当年的风范。六子，你得知道，想在安宁县这潭水里立住脚，
出了头，便得吃3碗面。明日的拜师大宴，这是为师给你的场面，撑住它，你陆晨的名字才算真正落在这片地界上。这身行头逾越长治，乃身份所系，这是你的牌面。行走在外，便再没有人敢小觑你半分。接下来就只差这最后一碗情面了。今日这拜师大宴，为师便替你把这安宁县的人情世故端上桌。呵，沈爷这手笔阔气，外边20多桌，里头还有20多桌款待贵客，安宁县独一份儿。那是自然，龙脊岭方圆100里，搂共才出过几位像沈爷这般通天的把头，连县太爷见了也得称一声老先生。安宁县瑞祥布行陈东家送上等苏锦10匹，保安堂林大掌柜送百年老山参1只，冠10号欧大将送百炼金刚宝刀1柄。恭喜沈爷喜得高徒，这位便是陆贤侄吧？果然是少年英才，气宇轩昂。陈东家谬赞，晚辈陆晨见过诸位前辈。绫罗绸缎，百年老参，这些人满脸堆笑，送上沉甸甸的贺礼，全是冲着师傅积攒数10年的威望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走运的少年郎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这安宁县的头面圈子，迟早有一日，我要凭自己的双拳和底蕴，堂堂正正的走进来，让他们敬我陆晨本人。真是走了8辈子的狗屎运，沈爷8辈子不收徒，竟降中个与师相的穷小子，捡了这天大的便宜。谁说不是？我表舅家那机灵小子带着厚礼，连沈爷面都没见着。这穷小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守住这些产业，别到时候手艺没学会，把沈爷的名声败个精光，惹人笑话。安宁县董家董爷为陆晨拜师贺，奉礼。纹银100两，斑斓猛虎整皮1副。猛虎整皮？这董爸把身家都掏空了。300年份野山参10条，50石铁胎弓1把。300年野山参，一条就够寻常人家吃用10年。他送10条，董爸这是疯了吗？外加过山蜂王百年蛇胆1颗。百年蛇王胆，鳞甲刀枪不入，毒液见血封喉的过山蜂王，价值连城啊！董爸为了送礼，连命都豁出去了。见过沈爷。董爸，你有心了。小的陆兄弟今日拜入沈爷门下，行拜师大礼，此乃大喜日子。前日我特地进山，守了那2天2夜，总算老天开眼，让我寻找机会，亲手宰了他，取了这蛇胆。自古拜师学艺，师傅传道授业解惑，恩同再造，徒弟敬茶叩首，奉上束胸也是本分。董某是个粗人，不懂那些弯弯绕，
这颗百年蛇胆，全当是我替陆兄弟备下的一份拜师之礼，万望沈爷莫要嫌弃。2次鬼门关前徘徊，董大哥竟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，去搏杀那凶名赫赫的过山峰王，只为替我撑起这份拜师的牌面。陆晨谢过。你我兄弟说谢字便是生分了。好，好，阿大，还不请你董大哥落座上宾席位。烧身馆宋彪宋教头为陆晨拜师贺。宋彪是那个单枪匹马打进茶马古道，一夜挑了黑云寨，连斩上百降马的宋教头。连安宁县4大馆之一的烧身馆都要卖这陆姓少年这么大的面子，他到底什么来路？赤龙宝鱼2尾，爆胎生金丸3瓶，雪参养藏膏3瓶。赤龙宝鱼生于地火熔岩畔，洗金伐隋的奇物，还有那虎狼秘药，这等圣品，寻常人花1000金也难求1瓶半尾，他竟像送土产一样送来了。宋教头这份礼太重了，重到足以震碎这满堂宾客的脊梁骨。小陆兄弟，今日是你拜入沈爷门墙的大喜日子，得遇名师，我岂能不来贺上一贺？烧身馆戚重光戚馆主到。戚馆主，今日是哪阵风，竟把您吹到我这里来了？实在是令我这老宅蓬荜生辉呀！哈哈，彪子这小子整日在老夫耳边念叨，说沈老弟你新收的这个小徒弟是块难得一见未经雕琢的良才美玉。这不，我耐不住好奇，就想亲自过来瞧上一眼。六子这孩子不过是替宋教头跑过几次腿，宋教头念旧情，怕是有些偏爱了。戚馆主门下英才如过江之鲫，我这徒弟不过是中人之子，当不得如此谬赞。筋骨尚未完全长成，不过这丰腰圆臂的架子倒是有了几分雏形，待个子再蹿一蹿，便是标准的螳螂腿，好苗子。小家伙，有没有兴趣拜入我烧身馆门下，跟我学本事啊？老夫坐镇烧身馆，门徒过千，老夫收徒拢共没过1双手，还缺一个关门弟子。你想清楚了，做我的徒弟，你日后的前程不只是小小安宁县，注定走得更远。戚馆主厚爱，晚辈惶恐。然，晚辈自幼便听爷爷教诲，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之长者也，恩同再造。晚辈既已向沈爷行拜师礼，执弟子之意，便奉师如父，岂敢见高枝而攀附，见利而忘义，因势而背信。从此以后，陆晨只会是沈长鹤之徒，一入沈师门墙，此心不移，此志不悔。你不再想想，说句难听点的，
烧参馆这根高枝，整个安宁县想攀附的人，能从这沈家家门口一路排到龙脊岭，机会只有这一次，错过了就没喽。不识好歹，雨石像爬出来的泥腿子，眼皮子浅的跟针边似的。他怕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宗师，祖坟冒青烟才撞上的泼天机缘，硬生生让他给错过了，蠢不可及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沈老弟，好福气呀，捡到这么一株好苗子。心性如铁，根骨上佳，彪子这回确实没说错。陆小子确实是上等的根苗。何谓根苗？纵使天资绝顶，若根子里歪了，半路夭折者有之，成为祸害贻害无穷者更有之。沈老弟，方才老夫见猎心喜，出言相视，不视其心，焉知其性？多有冒昧，还望海涵。总是当面挖角，威势逼人，老夫这颗心刚才也悬到了嗓子眼。万幸六子根子正，没让老夫在这满堂宾客面前丢了老脸。这双老眼到底没看错人。君子不夺人所好，陆小子不愿入我烧参馆，是老夫福薄。不过嘛，他这副筋骨底子放着可惜了。老夫去茶马路欲与老友论道，得了一本融合动静、调和阴阳的养生功夫，借花献佛，全当是老夫今日搅扰的赔罪之礼。七馆主言重，六子还不快谢过七馆主厚赐。晚辈陆晨谢七馆主厚赐，前辈恩德永志不忘。内壮神力，这哪里是曼恩的养生功夫？这名字透着一股力拔山河的凶悍。七馆主口中的那位老友，莫非是茶马道上白云观的杨枝道长？不错，那老牛鼻子虽顶着清修名头，性子却暴烈如火。年轻时听闻恶徒行凶，提一口剑能追出千里之外，沈老弟竟也认得。当年在茶马道，老朽为穆王府办事，曾有幸与道长有过一面之缘。有一事至今记忆犹新。当年天龙寺方丈为押道门一头，耗费万金，铸就一尊高达丈余、重于8000斤的鎏金铜佛，驱使数百力士硬生生堵在杨枝道长下榻的道馆门前。8000斤，数百人才能抬动，这等庞然大物堵门，神力如何能解？结果杨枝道长冷哼一声，气贯周身，一脚剁碎几十块水磨青石方砖，只凭一只肉掌，生生拖住那8000斤巨佛底座，如霸王扛鼎，托举着那庞然大物招摇过市，最后将其弃于茅厕之旁，令天龙寺颜面扫地。单手托举8000斤铜佛，这是何等恐怖的神力，何等桀骜的性情！穆王府、天龙寺、宗师之位，这便是江湖的眼界吗？我这与石巷爬出来的采药郎，今日才算真正窥见了这天地的一角。这红尘当真如爷爷所说的一般广阔精彩。哈哈，沈老弟，待会儿咱哥俩可得好好喝上几杯。老朽求之不得。今日恰是六子拜师之礼，还请七馆主赏光，屈尊做个见证。好，哈哈哈，好，当服一大白。喝，气血如浪涌，这是又要破关的迹象。陆哥，门口有人找你。谁啊？不认得，倒是看着可气派嘞，说是烧参馆的同门，还递了帖子。请我吃饭。安宁县布行、药铺、铁匠行的头面子司，这便是那高高在上的2代小圈子了。如今递来这烫金门路帖，是
是觉得我陆晨终于够资格踏入那道门槛了吗？哎呦，陆爷，您里边请。几位少东家已在2楼松涛阁恭候多时了。气息沉凝，多是内壮境界的好手，不愧是冰火楼，1楼便网足了这安宁县大半的江湖草莽。陆哥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这位是瑞祥布行少东陈玉林陈兄，这位是冠10号少东家欧叶峰欧叶兄。安宁县的3、6、9等，在这张桌子上排得明明白白。我虽有了些名声，但在这些把持行当的继承人眼里，终究只是个新进的泥腿子。鱼肉真嫩，好吃。宝礁江那边出了个浪里白桥，水性了得，能在水下归西半个时辰，已被骆家看中，招为上门女婿了。这算什么意思？前阵子龙脊岭深处，那才叫闹出大动静来，宝光冲霄，半边天都照亮。县太爷派了好几波高手进去，硬是没摸得头绪。我这儿倒有个更劲爆的小道消息，茶马道那边有人过来了。陈兄所言非虚，我也听到了风声，据说是穆王府供奉的风水道场，远远忘了龙脊岭一言，回去便断言那是异宝出世，极可能是道果。道果，龙脊岭宝光冲霄，该不会是我魂魄离体，拔剑斩老狐妖的那晚？道果，那可是蕴含了成仙大秘的至宝。灵朝衰退3000年，世间再无人能叩开仙门，得到飞升了。飞升成仙，这世间竟真有这等超脱凡俗的无上境界。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武士的范畴。看他们这副模样，对道果也是一知半解，不过是食人牙慧拿来做谈资罢了。但这些我连听都没资格听的隐秘，却是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话。这就是底蕴的壁垒。这安宁县的3、6、9等，当真是泾渭分明。宝礁江、茶马道、穆王府、道果飞升，一个小小的安宁县便已是这般壁垒森严。若将目光放在这龙脊岭之外的广阔天地，又该是何等的风光！这世界当真够大，路还远着呢。冰火楼的2代聚会，谈论的竟是道果飞升这等隐秘。听说他们还是跟茶马道那些真正的世家子弟学来的堂会规矩。茶马道的堂会，争取有朝一日，我也能去坐上一坐，开开眼界。气血已养到这般凶狠，距离内壮境界只差临门一脚。宋教头说过，内壮的关键便是气血反哺，生出劲力。底蕴必须积攒最深厚的底蕴。换血丹，道门高针炼制的真丹，我等凡夫俗子消受不起。这粗糙的换血丹正合我用。气血相冲，排废邪，养心血。
换血之痛犹如抽筋拔骨，若无这药力支撑生出新血，怕是当场就要昏厥过去。王大娘，今天多煮一桶饭，菜也多备些，我能吃下一头牛。多煮一桶？六子，这是要来客人吗？先前也没听你吩咐啊。没客人，都是我一个人吃，快些！好小子，好厚的底蕴，隔着这层厚重的污秽血痂，都能感知到他体内那股凝练如汞的气血之力。这股热力与活力，绝非普通内壮突破时能有的气象。成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养血大成，此等大喜，陆兄弟何该做东？走走走，冰火楼，今日非得好好宰你一顿不可！哈哈哈，好说好说。宋教头稍待片刻，容我换身衣裳。哼。哈哈哈哈哈！慢些吃，管够。陆兄弟，如今你养血大成，根基稳固，单论这股子雄浑忠纯的气血，已足以在安宁县5行里占有一席之地了。龙脊岭上那些刀口舔血、苦熬了10年8载的刀客，许多人也不过就是你现在这个层次。全赖宋教头和师傅的栽培。你可知晓，一旦真正踏入内壮之境，便有资格向官府衙门申请落籍。略有耳闻，听闻官府衙门会给厉害的武道大家换成专门的武籍。不错，这武籍如同秀才举人的功名，入了籍便能免除许多徭役和杂税。若能为衙门效力，还有额外补贴银子可拿。这是底层武者改变身份，获得官方认证的通天大道。不过，我距离内壮境界还差不少，3颗换血丹的药力足以让我一举冲破关隘，但我必须死死压制住那份突破的冲动，根基必须打得犹如磐石般牢不可破，这半只脚绝不能轻易迈进去。你是跟山狼出身，自有旁人难及的优势。衙门常年张贴榜文，悬赏剿灭龙脊岭中那些为祸一方的精怪妖物，就比如那恶虎溪的3足禅，若能接榜除害，便是大功一件。凭此攻击，衙门同样愿意特事特办，破格授予武籍。斩3足禅，剿大蟒，甚至在梦中持袖剑斩过老狐妖。真要论起来，我这份除害的战绩，足以耀视整个安宁县。接榜除害倒是一条路子，改日我再跟师傅是商量一下，请他老人家拿个规矩，看看他这事情做不做得成。宋教头，为何突然与我提起这落武旗之事？宋教头绝非无的放矢之人，平白无故提醒我借功绩落旗寻官府避祸，必有缘由。陆兄弟果然机警，5行有5行的规矩，许多事，尤其是牵扯到别家内务、门户恩怨的，外人不好明着插手，更不好把话挑得太明，否则容易结下不必要的梁子。宋教头这意思是，我得罪了哪方势力？对方来头到底有多大？竟连烧生馆的教头都要避其锋芒，不便明言。回春堂，回春堂。自从假人薛超那2条恶狗被收拾了之后，我便没再过多关注。按说事情已了，他们何至于如此死死盯着我不放？董大哥的巡山队，师傅的药铺口碑，若再给我几年时间，以师傅的栽培和董大哥的支持，加上我自身的本事，
整合起巡山队与药材渠道，那我岂非就是第2个回春堂？我一个与尸巷爬出来的采药郎，竟也能让回春堂的东家感到麻烦了吗？看来陆兄弟已经想得通透，倒省得我再多费唇舌了。洛武吉入了官府的当，就等于有了一层官方的背书，有了这层身份护体，回春堂再想拿捏你，就得再多去掂量掂量。但若你依旧只是个平头百姓，即便有董爷和沈爷护佑，也未必能周全无虞。毕竟那位回春堂的杨老爷，早年可不是什么善茬，早年就已经有了个操刀鬼的名号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。只是这些年没再下狠手，被人渐渐忘掉了。他这样的人，真若是遇到什么事情，可不会有半点婆麻呀。师傅，我来帮您。柳子，你这制药的手艺、眼力劲儿和本事都见长，火候也拿捏得越来越准了。照这个势头，再磨练个几年，我这铺子里的活儿你就能全盘接手了。唉，人不服老是不行喽。就这种活计，搁在以前，干上2、3个时辰都不带喘口气的。师傅您歇会儿，喝口茶润润。好，还是你贴心呐，柳子。这有徒弟在身边支应着，跟没有徒弟在确实不一样。师傅，徒儿有件事，心里有些没底，想请您老给拿个主意。啥事儿？咱们师徒之间还用得着藏着掖着？敞亮了说。杨泉此人心性阴鸷，手段毒辣，待人更是刻薄寡恩，是条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。那薛超不过是他扶持起来的一条恶犬，专门用来跟董霸的巡山队打擂台，搅浑龙脊岭的水。如今薛超倒了，董霸在岭上声势更盛，偏偏你又在这个节骨眼上崭露头角。宋教头说的没错，你挡着他杨泉的路了，他岂能容你？不过，杨泉不是莽夫，他的做事讲究个名正言顺，更要顾及老夫和烧参馆七馆主的面子。他多半不会直接撕破脸，而是会找人搭台唱戏，寻个由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压下去，让你翻不了身。再过一旬，便是安宁县1年1度的赶山大会，那是龙脊岭采药行当的头等盛事。我若是他，必会在此处入手。论入山寻宝、采药食药的本事，莫说安宁县，便是放眼整个茶马道，又有几人能出师傅之右？他杨泉若真想在赶山大会上找人跟徒弟斗法，徒弟不怕。哈哈哈哈！臭小子，就你嘴甜，专捡好听的哄老夫开心。这1旬之内，为师想想办法，先替你把这命给劈了，再传你几手千阳关的真手段，有备无患。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？我不签，老子就算是死，也绝不签这卖身契。黄征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欠了我们回春堂整整100两的药钱。如今你腿废了，北师的营生干不了了，拿什么还？
乖乖画押，去回春堂的矿场里挖一辈子石头抵债，否则今天就打死你个赖账的狗东西！签，今天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卖身回春堂10年，这16两银子的债就算两清。做梦！住手！皇叔，腿受伤了，为何不让人知会我一声？陆哥，你现在是沈爷的高徒，有跟山狼的身份。我这卑诗的行当，命里带煞，犯晦气。若是登了你的门，怕污了你的运势，坏了你的大好前程啊！黄大叔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陆晨便是那种一朝得势就翻脸不认旧人恩义、耻于过交为伍的小人不成？不，我绝无此意，只是900钱的药材钱滚成16两雪花银，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？这小子现在风头正盛，背后靠山硬得很，硬碰硬绝对讨不了好。哎呦，陆哥，这事儿可怪不得咱们，都是东家定下的规矩，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，混口饭吃。既然今天是陆哥您亲自出面，这卖身还债的事儿自然作罢。16两银子，咱们对半砍，我只收8两，回去也好向东家交差。8两？不了，还是16两吧。哎呀，陆哥果然爽快仗义。8两是还债，剩下8两给你们抓药治伤。现在还有谁觉得这账算得不够清楚？有没有谁还觉得不服？走，快走！黄大叔，你还好吧？陆哥，别说话了，跟我到妙手医馆去。我与那里的鲁大夫有些交情，请他给你好好瞧瞧这腿。爷爷说过，与人为善，敬我1尺还1丈。当年我在雨石巷挣扎求生，皇叔扯着我吃饭的情谊，我始终记得。如今自然到了报恩的时候。至于后半句，与人结仇，斩草除根不留情。回春堂，这梁子算是结死了。万幸，摔伤断骨，只是外创难愈，骨头接续的还算不错，就是须得好好静养一段时日。陆大夫，烦请您费心照看，药钱诊金都从这里出，务必用最好的药材，让黄大叔尽快恢复。陆哥放心，老朽明白。我干的是卑诗的行当，常年与死人为虎，身上带着洗不掉的阴气。平日里走在街上，连野狗都嫌弃。我也只当自己命贱，不知哪天就死在路边。没想到，在我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眼看就要被拖入火坑的时候，竟是这个曾经连饭都吃不饱的少年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手，为我挡下灾厄，留下银钱。这份情谊重如山岳，当真是雏凤清于老凤生，乾隆终有腾渊时。这世道变幻，真如白云苍狗。杨管事，你可得为小的们做主啊！谁这么大的狗胆，敢来捋我回春堂的虎须？是一个半大小子，他霸道的很，根本不把咱们回春堂放在眼里，上来就下死手，管事都被他打得吐血，昏死过去了。那小子叫陆晨，就是雨石巷那个。陆晨嘛，罢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啊，杨管事，这可是他打伤了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折了回春堂的面子。怎么，觉得委屈了？怪我不替你们做主？
我看是你们瞎了眼，被猪油蒙了心。要债也不事先打听清楚，那背尸人的背后站着谁？敢把爪子伸到陆哥的头上？那16两银子的债，你们既然都收了回来，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但你们几个折了我回春堂的面子，可就是另外一笔账了。就按陆哥说的，给你们治伤，算8两银，自己滚到账房去挂账。我给你们3个月时间，连本带利还清。是。陆晨，过阵子就是赶山大会，那是安宁县各方势力角力的舞台，到时候再好好摸摸这位新贵的底细。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去触他的眉头，实非明智之举。安宁县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，想在这里冒头，就得学会跪着当狗，摇尾乞怜，霸气外露等于找死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从泥潭里爬出来的小子，日后到底是要跪着当狗，还是站着要饭。接连几日过去，回春堂那边竟是风平浪静，半点波澜也无。按理说，我当众落了他们的面子，那杨勇早该寻衅滋事了。看来我果真没什么话本小说里主人公的命，惹不来打了小的来老的戏码。成了。这一碗给师傅送去，这2碗送到烧参馆给宋教徒。好东西，百年蛇胆配上沈老的方子，这碗汤抵得上常人1月苦练的根基。陆兄弟，你有心了。你这气血现如今是越来越足，那把火烧得越来越旺了。我观你根基打得又牢又稳，气血充盈鼓荡，远超寻常外壮武者。全赖宋教头平日指点。内壮神力8段起，本是踏入内壮境界才能修习的东西，怕初学者筋骨不够强韧，强行修炼反伤其身。不过以你现在的底子，提前上手也无妨了。外壮者主练筋骨皮膜，求的是瞬间爆发，凶猛刚强。你看好了。这便是外壮之力，看着威猛霸道，一掌下去能要人半条命，但后劲不足，发力过于刚猛直路，缺乏灵变圆转。若遇身法敏捷的老手，极易被看破诡计，闪避反击。接下来看内壮。轻飘飘的一掌，威力竟恐怖如斯。若是落在血肉之躯上，岂不是透体而过，死的不能再死？这便是内壮之力，筋脉顺调，气血内敛，发力沉实整重，悄无声息，劲力直透骨髓脏腑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内壮神力8段紧，第一步便是练臂。先用此石带扑打揉练臂膀筋肉骨节，由肩部外侧时循臂而下，打至指背，此为打外；再由肩里侧时循臂内侧而下，打至指梢，此为打内。切记，每次行功完毕，必须用药水浸泡双臂，仔细搓揉按摩，活血化瘀，否则筋骨暗伤累积，轻则前功尽弃，重则伤残己身。咱烧参馆有配置好的秘方药水，1两银子一袋，价格公道。陆哥不妨给我添份收入。1两银子一袋，我刚替黄大叔付了药费，买了新衣，这点家底根本不够烧几天，这银子怎么就挣得艰难，花得飞快？看来必须又得上山赚银子了。师傅，您用茶。师傅，徒儿琢磨着想自个儿再进一趟山。哦，钱袋子瘪了？你这钱是给自己花大手脚了吗？你呀，天生一副热心肠、豪侠胆。黄峥那事儿，你当老夫这双耳朵是摆设，听不见风声？
外面如今可是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我沈长鹤走了大运，收了个重情重义的好徒弟。你现在的名号在安宁县可是响亮的很呐，人称义薄云天陆哥。义薄云天？我不过是看黄大叔可怜，念及旧恩，替他平了回春堂的账。这等寻常小事，怎会被抬到如此骇人的高度？这4个字重如泰山，我这单薄的肩膀如何扛得起？老话常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可这巴掌大的安宁县，你这等快意恩仇、扶危济困的戏码，市井坊间传得最是邪乎。但这名头就像你腰里别着的刀子，落到会使的人手里能披荆斩棘，可落到不会使的人手里，反倒容易割断自己的脖颈。大伙儿夸你、捧你、赞你不忘本，可这里头最要紧的是你有那个能耐。你若没这份能耐，依旧只是个与世巷里刨食的穷小子，你忘不忘本，谁在乎？人心呐，从来都是畏威不畏德。你若无实，这名头就是悬在你头顶的催命符，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可你若名副其实，真有那份本事撑起这4个字，任谁见了你都得乖乖低头，敬你3分。名与实，威与德，师傅这是在敲打我。没有足够的力量，这义薄云天的美名就是招惹豺狼的血腥味。你的性子为师清楚，我若直接塞给你银子，你拿着烫手，心里定会觉得做徒弟的没出息，啃师傅的老本。可你如今身份不同了，你顶着我沈长鹤亲传弟子的名头，这安宁县里外外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你，掂量着你的分量。你过去进山空手而归，无非是运道不济，但现在你若再进山无功而返，那就是我沈长鹤的高徒不过如此，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这就是名给你带来的坏处。师傅的意思是让徒儿再多磨砺些本事，把根基夯实，免得技艺不精，堕了师门的威名。以我现在的本事，去摘那等千年成精的异兽，守护的天才地宝，怕是连塞牙缝都不够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么就安生待在铺子里不进山，若你决意要进山，就得去给老夫盯准了大货去搏。你可有这份胆魄与信心？你可有这份胆魄与信心？师傅，徒弟心意已决，此番进山，因为师傅您争上一口气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有这份志气就很好。些许闲言碎语，不过是清风拂面，伤不了人。阿大，去把我床底下那个灰布包裹取来。是，沈爷。想当年，我替穆王府办事，深入龙脊岭最险恶的天守峰，盗取一桩奇物，结果犯了羚羊劫。10年不许再进山，若非如此，有我护着你，纵然是那身亡之后，也没什么不能踩的。羚羊劫，师傅当年究竟在天守峰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竟被逼得10年不能踏足龙脊岭半步？如今没有师傅护着，进山的风险倍增，所以为师才要你三思，心中务必有杆秤，把轻重把生死都掂量清楚。这里面是当年我做根山郎时特意炼制的物件，专为应付山中诡谲凶险之物，你留着防身。谢师傅赐宝。好精纯的生气。这行山杖乃是我当年花了大价钱，从一个云游四方的野道士手里换来的宝贝。此杖取材于一株生长了整整1甲子的老桃木，60年轮回，让此木本就蕴含一丝纯阳之气，后又被天雷劈中，雷火焚尽生机，却也将其蕴含的阳烈罡气彻底激发淬炼，封存于木心之中，堪称驱邪除祟、震慑山魈野魅的无上利器。你持此杖入山，寻常的阴碎之物根本不敢近身。甲子雷击桃木，若当初与皇叔在老林里遭遇教魂时有此物在手，那些邪祟怕连靠近都不敢。这是百里香，以花椒、玉叶顶好的老烟叶，
加上上等雄黄粉，按秘方混合碾磨而成。若遇蛇群，取少许点燃，烟气升腾，100步之内的毒蛇嗅之即溃。这是千尺雪，是由马粪晒干制成。遇着豺狼虎豹拦路，将其点燃，便能燃起浓烟。纵是猛虎，也多半退避三舍。这叫保魂铃，将它系在这行山杖顶端。若是在深山老林里突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，便用力摇晃此铃，铃声一响，能穿透迷雾，定人心神，驱散邪魅，不至于被鬼打墙给活活困死。多谢师傅厚赐，徒儿定囫囵着进，囫囵着出。你要博大祸，光靠蛮力和运气可不行，得知道货在哪儿。你那位拜了把子的董大哥，手底下养着一支经验老道的巡山队，常年在这龙脊岭里钻营，对山里的沟沟坎坎、藏宝之地，比自家后院还熟。不妨去他那里讨要一份巡山图瞧瞧。师傅说的对，单打独斗终究是无头苍蝇。董大哥麾下巡山队每月深入群山踩点，那份巡山图才是我此行避开死路，直捣黄龙的关键。哎呦，陆爷来了，您快里边请，快去禀报老爷，陆爷登门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陆兄弟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快坐，快坐！来人，备席，把老子珍藏的好酒端上来。大哥身子刚健好，切莫过度操劳。小弟这次来是有件事，想求大哥搭把手。求？你我兄弟过命的交情，说什么求不求的？只要哥哥办得到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绝无二话。我想借大哥麾下的巡山图一观。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？巡山图，小事一桩。夫人，劳烦替我去书房将最里头那个紫檀木匣取来。兄弟，你要进山的话，我这边派点兄弟跟你一起去。大哥好意，小弟心领。只是采药寻真，讲究眼力与机缘，人多反易惊扰山林，暴露行踪。况且这是小弟自己选的路，总要孤身去闯一闯。陆兄弟，你这次进山心里可有盘算？想奔着哪片地界去？哥哥我好歹有些经验，给你参谋参谋。我看就魔云窟吧。陆兄弟，万万不可！那魔云窟可是在龙脊岭中段深处，那地方地势诡异下沉，内里洞窟纵横交错，暗河涌动，犹如一个巨大的迷宫。便是鸡年钻山的老把头进去，十有八九也得迷失方向。更别提那地方常年妖气缭绕，毒瘴弥漫，连正午的日头都透不进去。里面不知残聚着何等凶烈的大妖，此行过去实在是十死无生。董大哥，你的担忧我心里有数。梨园行里有句话，叫台下10年功，台上半刻钟。这登台亮相的半刻钟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响亮。亮相不响，登台不亮，往后便再难有成角的机会。沈爷是过去的老把头，威名赫赫，可他终究沉寂多年。此番他老人家兴师动众，收我为徒，这安宁县里多少双眼睛在暗中盯着，他们都在等着看我这个徒弟到底是骡子是马。此番进山，我绝不能求无功无过，只求这登场一定要响亮，唯有博他个大祸出来，才能撑起师傅的颜面，也立住我陆晨的脚跟。罢了，陆兄弟，你执意要为沈爷争这口气，要亮一个花团锦簇的漂亮相，当大哥的也不拦你了。罢了，陆兄弟，你执意要为沈爷争这口气，要亮一个花团锦簇的漂亮相，当大哥的也不拦你了。夫人，去把我书房里收藏的那口宝剑取来。董大哥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这巡山图价值连城，你二话不说就借用，怎好再受你的宝剑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再客套就显得生分了。
若非陆兄弟你2度出手相救，我董爸早就是烂泥地里的一具枯骨。我这2次从鬼门关赚回来，全仰赖陆兄弟，我的就是你的。陆兄弟别搭理他，喝了2杯酒就口无遮拦。这口剑是冠10号的大将亲手锻造的百段宝剑。百段金刚，我在铁匠铺咬牙花30两银子买的短刀，不过是粗浅的10段冰，被3足禅的毒液一碰就腐蚀的坑坑洼洼。这百段宝剑，动辄耗费名将1年半载的心血，放在外面，5、600两雪花白银都未必能买到。这口宝剑是我当年夺了赶山大会头名，冠10号东家送的贺礼，削铁如泥，吹毛断发。可惜呀，你大哥我这双手耍惯了刀，剑我用不惯，与其让他在匣子里蒙尘，不如交给陆兄弟你傍身，去魔云窟那等凶险之地，多一分仪仗总是好的。多谢大哥。自家兄弟提谢字便是打我的脸，来，给我正在跪着，跪以状行。烈酒后劲真大，下次打死也不能这么喝了。董大哥送的百段宝剑，总不能当烧火昆仑，是不是该寻个机会学2手正经剑术？剑呢？我那么大一把百段宝剑呢？跑哪里去了？这后院平常没人来，张大娘他们也不可能放着现成的铜板不拿，去偷一口难以销赃的宝剑。开！真是活见鬼了！难不成那口百段宝剑是被你偷吃了？那可是百段的宝兵啊！大几百两雪花银，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打了水漂。这些银子够我在西市老张头那儿吃水盆羊肉吃到下辈子都腻味了。吞都已经吞了，没了那口宝剑，去魔云窟只能将就着用你了。呵，还抖上了，净搁这吹牛。人家百段兵削铁如泥，寒光闪闪，你呢就是一身铁锈疙瘩，跟灶堂里扒拉出来的烧火棍似的，装死是吧？下次再敢偷吃我的宝贝，我就真拿你去捅灶台，天天烧火去。魔云窟，我来了。开！董大哥的巡山图果真好使。这些寻常草药虽然年份足，但采摘既费时又占地方，平白占了背篓的空间。我此行只为魔云窟的大火，犯不着在他们身上浪费力气。今晚便在此处落脚了。比起以前只能啃冷硬的干粮，这日子也是好上太多了。该启程了。年份都在甲子以上，甚至不发100年的大火，这怎么可能？山里头的宝贝，难道多到弯腰就能捡了？山里头的宝贝，难道多到弯腰就能捡了？
山神使者？谁？我吗？还有一只会写字的鹿。我莫不是还在做那大梦没醒吧？好。这种感觉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脑门里钻出来。我魂魄离体了。上次梦中斩妖也是这般感觉，但这青烟包裹着魂魄，暖洋洋的，没有半分梦里的阴冷虚无。拜见山神使者。你是白鹿？正是，我叫小桑，得知使者来访，特备些许山珍报答，望使者莫要嫌弃。为何称我为山神使者？以前的山神老爷就带着他。原来如此，这把吞了百段宝剑的袖剑，竟是山神佩剑。我叫陆晨，不要再叫使者了。你们送我灵药，说感念恩德，又是为何？那头涂山老狐妖坏透了，逼迫我们日日上供灵果灵草，还引山民入山充当血食。使者斩了他，便是我们的大恩人。那晚梦中一见，竟真的为龙吉林除了一尊大祸害。小桑，为何点上这香，我的魂魄就能离体与你说话？我们草木禽兽化妖，只有道行深厚，炼化了喉中横骨，才能口吐人言。我道行浅，只能靠神魂交流，魂儿脆弱，风一吹就散。这些香火气息能稳固魂体，隔绝外邪。神魂，香火，难怪天下庙宇接受香火供奉。原来这青烟竟有这等庇护神魂的神效。陆晨哥哥，你以前修炼过神魂法门吗？你的魂魄好结实，就算没有香火，寻常山风也吹不散呢。只不过好像还没到日游的层次，若是在太阳底下活动，会被阳刚之气灼伤的。我哪里修过什么法门？一切都是因为那方山海印赐予的甘露。陆晨哥哥要去魔云窟，我可以给你带路。那里面地脉错乱，阴气盘踞，方向都是颠倒的，寻常人进去走不了多远，就会困死在里面的。好沉重的坠落感。刚才的谈天说地，就像是一场过于真实的梦。梦醒了，走，去外面看看你们送的大礼。小桑，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。这些药草，你们还是拿回去吧。他们心思纯净，我若将这些稀罕药草照单全收，与从志同手中抢夺糖果何异？日后进山的日子还长，结下这份善缘，比眼前的死物强得多。山中觅食不易，这些药草难得，这次免了，下次等我再来山里，你们再好好招待我也不迟。这山野精怪心思纯净，倒真是天真烂漫的性情。好了，小桑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地势下沉，怪石林群，这里就是龙脊岭中段，令人闻之色变的凶险绝地——魔云窟。我下去探探路，你守在外面，莫要乱跑。走了。
避开这些死气，便能避开山中成了气候的大妖。看来这次是要空手而归了。地脉精华凝聚的石乳，果真可遇不可求。好在竹楼里还有小桑他们送的百年黄金，倒也不算白跑一趟。这小家伙倒是个机灵的，不是那等莽撞的愣头青，知道适可而止。要是再往前头钻，可就真要撞上那只老鳖了。谁在说话？咦，这小家伙怎么突然就被吓成这样？胆子也忒小了点儿。你能听到我心里说话？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哼哼，小家伙，你是不是在想，我既非血肉，更无筋骨喉舌，如何可以开口说话？开！小家伙，你既能听见我说话，那你能不能看得见我？能看见一点，但很模糊，看不太清。果然是际遇，苍天垂怜，竟让老身在这暗无天日的洞子里逮到了一个身具灵气的小家伙。小家伙，能不能帮老身一个忙？老前辈，您神通广大，小子我不过是个小小采药人，实在不知能帮上您什么。很简单，你帮老身挪个窝。挪个窝？前辈，您这本体……老身虽蒙天地造化，侥幸开启灵智，活过了这悠悠千载岁月，奈何本体终究是块顽石，不通那蜕变化形飞腾变化的神通，既无手脚，更无羽翼，这千年来寸步难移，只能困守于此，不见天光。当初此地灵气氤氲，乃是地脉交汇之处，老身于此孕育灵智。可后来地脉变迁，沧海变桑田，老身便只能被困在这幽暗地底，不知外界春秋几何了。前辈，您是说这里曾经是海？何止是海，当年那万顷碧波之下，殿宇巍峨，明珠璀璨，那才是真正的钟灵毓秀之地。过去这里还有一座龙宫呢。龙宫？真龙？小家伙，你帮老身挪个位置，脱离这不见天日的地方，老身也不会让你白忙活。这洞窟深处，老身知晓一处隐秘所在，积存了些许石乳。虽非最顶级的好东西，却也比你想要的石乳好上不少，全当是老身给你的谢礼，如何？前辈厚爱，小子感激不尽。只是以小子这点微末道行，莫说帮您挪窝，便是撼动您这本体分毫，也绝无可能啊！这忙，小子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不过，若是小子以后有了能耐，定来帮前辈这个忙。无妨，老身在这暗无天日之处已待了1000年，再多等个10年8载，也不过是打个盹儿的功夫。你既有此际遇，能来到此处，便是缘分。老身观你身上也是清灵之相，不是个为非作歹、食言而肥之人。那就待你日后修行有成、手段通玄之时，再来见此诺言不迟。多谢前辈体谅，他日若小子真有那份本事，定当回来相助前辈脱困。好好，记住你的话便好。不过那石乳，你现在就拿去吧。拿着这东西，若是能给你修行多些助力，也是不错。你且记下。这龙脊岭以前怎么会是海呢？要是这里真有龙的话，那这龙又在哪里？杨东家，听闻今年咱们安宁县的赶山大会
不仅县尊老爷要亲自莅临观礼，还有茶马道上的贵人也要屈尊前来。刘掌柜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，不错，茶马道上确实派了位贵人过来。咱们安宁县背靠龙脊岭这座宝库，靠山吃山，这赶山大会是头等盛事。诸位都打起精神来，争取在县尊和贵人面前好好露露脸。要我说呀，今年这赶山大会的头名魁首，非回春堂的杨信莫属。谁不知道杨信年纪轻轻，已是内壮武夫。更难得的是，一手弓箭射术出神入化。只要杨东家派几位熟路的采药好手和根山郎保驾护航，杨把头定能满载而归，盖压全场。传统规矩，进到那龙脊岭深处，刀山火海、毒虫猛兽，一切都得凭真本事说话。杨信他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历练尚浅，哪里比得上董爷这等在血火里滚出来的老江湖？更何况，我听说沈爷他老人家也收了个了不得的传人，是个少年英雄，后生可畏啊！快看，沈爷来了！沈爷打从不进山，就从未参加过赶山大会，今年居然也来了！我的天！连烧生馆的七馆主和金刀董爸董爷也到了，今年这场面前所未有啊！